皇家秋寿却遭了刺客。我拽起柔弱夫君要逃，眼前却突然出现字幕：别往这边跑，女配在这边，你救了她，她却要抢你男人，妥妥的白眼狼。狗男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早就嫌弃女主粗鄙配不上他，休书还在怀里揣着呢，丞相千金一勾搭，可不就立马攀高枝去了。我心神恍惚，不自觉松开了拽住夫君的手。快去左边，皇帝在那被围杀呢。反正女主天生神力，只要救驾成功，下半辈子就能躺赢。哎，这次刺杀最可怜的就是公主了，为了救皇帝身中8刀，连脖子都被砍断了。我心神一震，一脚蹬开软脚虾夫君，掏出2把杀猪刀就冲了过去。公主别怕，我来啦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冲到皇帝面前的时候，手持2把杀猪刀的我，差点被当做了刺客。住手！别伤她，她是翰林院编修的夫人。平西公主认出了我，面色复杂，却立刻阻止了要朝我出手的侍卫。向三妹，你不要命了啊！这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你拿着2把杀猪刀冲上来是要送死吗？还不快滚远点！我愧疚地看了她一眼。公主，你别怕，臣妇有一把子力气，肯定能保护好你。做了2年的官夫人，我还是学不来那些文绉绉的说话方式，眼下更是顾不上废话，操起刀就对上了杀红了眼的刺客。格挡、劈砍、拆骨、剁肉，虽然猪有些多，还会反抗，可凭我10年的杀猪经验，再凶狠的猪都杀过。矮身躲刀，侧手劈砍，端地势干净利索。见我将杀猪刀舞得虎虎生威，一刀一个刺客，刀刀见血，肘肘致命，那些侍卫下巴都要掉地上了。小心！一把杀猪刀飞出，正中一个刺客脑门，就吓了一个差点被偷袭的小侍卫。谢。那小侍卫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眼睛里不自觉流露出钦佩。被我护在身后的平西公主更是一惊一乍，瞪大了双眼，喃喃自语：向三妹，你一起说的居然都是真的啊，好厉害的杀猪刀！我突然有些脸热，可习惯了，没忍住。大润发杀了10年鱼的老板都没女主这么溜，我快笑翻了。女主就完全把人当猪看，看那些人目瞪口呆的样子，根本想不到平时温声细语的女主还有这一面。还不是男主那个傻逼觉得女主杀猪低贱粗鲁，一直嫌弃女主都快被他迫到抑郁了，真想女主一刀给他剁了。狗男人心里根本没有女主，自己悄咪咪躲在草丛里，正好撞上女配，2人也是绝配。这躲的顾头不顾腚，还有心情谈情说爱，真无语，眼神都能拉丝了，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。我下意识地跟着字幕，看着躲在草丛里正在深情对望的2人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2人你侬我侬，已经不知天地为何物了。我无言以对，只是一味对着面前的刺客下狠手。无所谓了，左右我与宋婷本就是不相配的，我家世代屠夫，算是建业。宋婷虽是寒门学子，却是正经的读书人，能有这一星半点的缘分，都是因为她那半瞎了眼的老子娘，日日在我家铺子买肉。小本生意本是该不赊账的，可见他老子娘颤抖着手反复数着铜板，我还是软了心肠，照着他要的切给了他。偶尔也会白给些便宜卖的下水，就当日行一善。一来二去就与宋婷相识了。少年人面皮薄，总觉得亏欠，所以常来我家铺子帮忙。邻里还调侃我会做生意，给自己找了个夫君回来。我是有自知之明的，只让大娘们别多嘴，宋婷已经考上了秀才，早晚都是要上京赶考当大官的。何况宋婷比我小，硬凑成一对，像什么话？只是没想到宋婷当了真。不，他们说的对，我该娶你，对你负责，何况你很好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少年人的脸皮被夕阳烧得通红，我当即就把刀剁在案板上，飞扬着眉毛笑道：好啊，我就等着你小子来娶姑奶奶。我本将这句当作玩笑话，可不知何日起，这个比我小的少年就走进了我心里。后来他老子娘得了重病，握着他的手只说想亲眼见到他成婚。宋婷渴求地看着我，而我鬼使神差地应了下来。婚礼很简陋，
只在那间瓦房里布置了红绸红蜡，在他娘的见证下，喝下了合卺酒。宋婷说日后会陪我一个盛大的婚礼，我信了。最初那段时间，他也确实对我很好，教我读书识字，教我明理懂举。我们也曾是天底下最恩爱的小夫妻。后来，我陪着他上京赶考，在京中盘了铺子，支持他念书。他考中了状元，却因为无人相助，在翰林院坐了2年冷板凳。再后来，我便被他阻止出门了。别去出摊了，留在家里当官太太享福不好吗？宋婷说得恳切，可我知道，她是在嫌弃我丢她的脸。毕竟哪家官太太像我一样，整日拿着杀猪刀在市集里大声吆喝，还满身腥臊的。清贵的翰林院编修，却有个下贱的杀猪娘子。她在同僚面前都抬不起头来。我不去，那府中开支呢。她想要体面，我却只想活得舒适。宋婷拧眉不耐道，我自有俸禄，这些不需要你担心。可她7品官的那点俸禄根本支撑不起府里的开销。宋婷不知道，她平日里最爱的黄牙都要1两1斤，而她的月俸只有4两白银。京中价贵，若没有我每日出摊，根本维持不了她体面的生活。可因为这事，我们2人吵了许久，每每都是宋婷甩袖离开，简直俗不可耐。你眼中只有黄白之物，根本比不上。她也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最后只是匆匆离开。宋婷把烦闷倾泻到我身上，而我的憋闷也有朋友倾诉。那是个小姑娘，一个人逃出家游玩，被地痞流氓缠上。我一把杀猪刀飞过去，就把人吓得屁滚尿流。也正是因此，她成了我的朋友，时不时来我的摊子上看我卖肉，也不嫌我粗俗鄙陋。她听完我的唠叨，只是气愤地跺脚，骂宋婷是个负心汉，让我与她和离。可我实在无法接受宋婷会变得这么快，只以为她是暂时被京中繁华迷了眼，早晚会醒悟过来。那姑娘气得跑走了。后来宋婷破天荒得了携家眷赴宫宴的机会，我这才知晓，那个整日与我混在市集里插科打诨的姑娘，竟然是当朝皇帝最宠爱的平西公主。雍容华贵的平西刻意当着我的面对宋婷露出欣赏之色。毫不意外的，我在宋婷的眼里看到了热切和渴望。一整晚，宋婷都凑在平西身边，没完没了的献殷勤。我不傻，平西怎么会看上宋婷呢？她这是以身为饵，要我看清宋婷的真面目。可这样不值得。京中很快就有了她要强夺他人夫婿的流言。我越听越是沉默。平西再次来寻我，昂着头洋洋得意。本公主的眼光绝不会错，你现在应该看清了那混账的真面目了吧？我冷着脸朝她开口，不需要你管，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管我们的夫妻闲事算什么？可说完后，我便后悔了。或许我该更委婉一点，告诉她，为着宋婷，坏了她的名声，实在不值得。也该告诉她，我已经决定放弃宋婷了。只等这次风波过去，她不提休妻，我也会主动和离。就算被官府惩罚，我也认了。可已经来不及，平西已经哭着跑远了。那日后，宋婷再也接触不到平西，可她已经被吊高的心再也落不下来。她开始热衷于参加一些诗会赏花宴，每次都打扮得风流倜傥，而天生的好皮囊让她如鱼得水，甚至攀上了丞相府的千金。那封休书我早就发现了，也一直在等她亲手给我。到时候我便离开京城，回到家乡继续摆我的摊，杀我的猪。只是在离开前，我还想再见平西一面，和她解释清楚原委，顺便向她道谢。可平西是公主，若不是她主动来寻我，我又哪里能见到她呢？于是我胡搅蛮缠，非要跟着宋婷来这次的秋寿，甚至还带上了自己的杀猪刀。我答应过平西要给她展示自己飞刀杀野猪的绝技，这估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我总要兑现自己的承诺，却没想到会遇到刺杀。飞刀杀野猪是不能了，现在只有飞刀杀刺客。向三妹，你在发什么呆？不要命了吗？平西的厉喝声唤醒了我，手臂上一疼，鲜血四溅，差点让我握不住刀，最后只能猛地一脚将眼前的刺客踹了出去。此时
外围的守卫已经赶到，刺客逐渐减少，我也渐渐放松下来。许久没有挥刀，竟然感觉到累了。我自嘲地想着，当了几年官太太，还真是养尊处优。可就在我稍微放下心时，却见近前的一个小太监神色有异。忽然间，我瞥见了他袖间有寒光闪烁，心中顿生不妙，正想出手，可躲在草丛里的宋婷突然扑了过来，同时大声喊叫：“小心，那个人是刺客！”那个太监见暴露了，便不管不顾，抄起匕首就朝皇帝刺去。狗皇帝，拿命来！我只连声骂蠢，3步并作2步上前，一脚踹倒了挡路碍事的宋婷，飞身向前，替皇帝挡下了那一击。扑哧一声，匕首入体，而我也用仅剩的那把杀猪刀结果了面前的假太监，他的血喷了我一身，猪的血都没他多。平息不顾形象地踉跄到我身边，疯狂摇晃我的肩膀。血，好多血，向三妹，你别死！我无奈地翻了个白眼，一把握住他的手。平息，你再用力摇，我可能就真的会死。养尊处优的公主一下也白了脸色。皇帝面色动容地看着我，你救了朕，想要什么赏赐，朕都能给你。我捂着伤口跪倒在地上，面色惨白，却充满坚毅。陛下爱民如子，臣妇救驾是为了天下百姓，如何能要赏赐？只有一件小事，相求陛下成全。我拼死救皇帝，并不是为了所谓的救驾之功，而是为了平息。赏赐于我而言并不重要，但确实有一件事，如果皇帝能帮忙，就再好不过。合理2个字还没说出口，就被宋婷打断。他从不远处狼狈起身，踉踉跄跄，右腿明显使不上力。刚刚那一下，我下脚有点重，他的右腿怕不是折了。果不其然，他看着我，恨声开口：“陛下，方才是臣先发现了那个贼心不死的刺客，真正救驾的是臣，不是他一个无知妇人。”宋婷狠狠喘了一口气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这贱妇刚刚为了阻止臣救驾，竟然狠心踹断了臣的右腿。陛下，臣请求将这谋害朝廷命官的毒妇关进大牢，治他一个杀夫之罪。我靠，这个臭不要脸的，就他这个小弱鸡身板救什么驾？冲上去给皇帝挡刀，皇帝都嫌他累赘好吗？这男的在这里颠倒黑白，不就是为了抢救驾的功劳，顺便和离休妻吗？女主你清醒一点啊，狗东西就是想趁机把你甩了，好和女配亲亲我。我不要再对他有所留恋了，他就是想要你死啊！我茫然地看着字幕，又回过头去看那个面目狰狞的宋婷。我朝对女子要求严苛，女子若是主动和离求去，要先杖责50。这也是我之前明明已经放弃宋婷，却只能等着她主动休妻的原因。若是她口中的杀夫罪成立，不管是否成功，我都必死无疑。宋婷真就对我如此无情？我踉跄起身，缓缓靠近宋婷，想问问她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却被她厉声呵斥：“你要干什么？还要踩断我另一条腿吗？还是想杀了我灭口？”陛下，陛下，你看这毒妇，在您面前她都敢如此放肆。平息再也忍不住怒气，指着她大骂不要脸。父皇，千万别相信他。宋婷，刚才若不是三妹踹开你，你当场就要被那刺客捅死，哪还有命在这里大放厥词？面对平息，宋婷反而堆起了笑脸。殿下长居深宫，性子天真单纯，哪里见过像三妹这等混迹市井的狡诈之人，定是被他蒙蔽，才会误会了臣，臣能理解。像三妹她分明就是想抢占臣的救驾之功，甚至恨不得置臣于死地，连丈夫都想杀，此等毒妇，死不足惜。宋婷不愧是能考上状元的人，就算是颠倒是非，也能说得有理有据，口若悬河。我仔仔细细看着眼前的人，垂在身侧的双手紧紧握了起来。他恍若不知，还在列举我的种种罪状。宋婷的话像一只无形的大手，将记忆中夕阳下红着脸的少年扯得粉碎。猛然间，有什么东西碎了一样，我怒从中来，直接扑倒了宋婷面前，抬手就往宋婷脸上狂扇。他想不到我真会如此豁出去。像三妹你这个不知礼数的女屠户，天子面前你也敢？啪！我又是一巴掌，打得他晕头转向。打你这种人，
难道还要分场合吗？一巴掌两巴掌，打得宋婷发出杀猪般的惨叫。我一把扯着她的领子，让她逃脱不得。现在嫌我是个屠户了？你怎么不说说你那些待客的名茶糕点如何来，宣纸灰墨如何来？我辛辛苦苦养了你这么多年，结果养出的竟是这样一个白眼狼负心汉。又揪着他的脑袋就往地上磕，打得他哭爹喊娘。还有你那老子娘的棺材，是不是我出钱置办的？否则就凭你，能让你娘风光下葬吗？宋婷，我看你的良心真是被狗吃了。怒火下，我没有控制自己的力道，一把将他的领子撕坏。那封藏在他怀里的休书随着我的力道飞了出去，正好落到了皇帝脚边。平息手疾眼快捡了起来，只看了一眼便大骂出声。休书！好啊，宋婷，原来你是早有预谋。公主干得漂亮，狠狠戳穿狗东西的真面目。你个纯种渣男，在这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女主这一顿给我打爽了，就是要这样狠狠揍他，让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还在这里狗叫。好机会！女主快上去皇帝面前哭诉一顿，皇帝最爱的就是自己的发妻。公主他娘，死渣男在他面前污蔑原配，抛弃糟糠之妻 ，buff 叠满。我信了这些字幕的话，手一松，咚一声丢下了宋婷，踉踉跄跄走到平息身边，结果休书一看，立刻嚎啕出声：陛下，宋婷这混蛋竟然早就想休了陈父啊！陈父是粗鲁了些，可都说糟糠之妻不下堂，他怎么能休了陈父？甚至还有污蔑陈父杀夫，呜呜，天理何在啊！我虽然跟着宋婷读了书，也识字，可实在说不出那些文绉绉的话，只能跟着字幕学，努力做到声泪俱下，让所有人都看到我的委屈。而宋婷此刻只能呜呜喳喳的哼唧。方才我将她的牙给打落了几颗，脸也打肿了，短时间内她是说不话了。我直接跪在宋婷前方，狠狠磕了几个响头，弯着腰等待皇帝发落。撑在两边的手再次开始流血，这是方才为救皇帝被捅的伤口，之前只是随意包扎了一下，如今又重新裂开，看着十分骇人。字幕说这叫先发制人，博取同情，这招确实有用，皇帝已经黑下了脸。混账！朕不是瞎子，是非黑白自然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宋婷，你敢在朕面前颠倒黑白，罪犯欺君，就不怕朕治你的罪吗？皇帝这话一出，我知道事情妥了，心神一松，眼前很快暗了下去。向三妹！平息惊恐的尖叫在耳边响起。我想告诉她我没事，让她不用担心，只是实在没有力气了。我是在3日后醒来的。清醒过来时，平息就在我身边，眼睛都熬红了，见我醒来，差点哭出声来。他说我身上有10处刀伤，本就失血过多，偏偏后来又怒气上头，越发加重了伤势。要不是有太医全力医治，真有可能命丧当场。不过也因为我这一昏倒，皇帝对宋婷的厌恶更深了。在查明我俩的过往后，当即判了我们和离，还骂他抛弃糟糠之妻无情无义，赏了他50大板，去了官位，贬为庶人了。而我也因为救驾之功，被封为了承平县主，金银珠宝赏赐无数。向三妹，你的杀猪刀实在太厉害了，要不是你，我和父皇这次都危险了。你是我和父皇的救命恩人，你放心，以后在京城有我罩着你，谁敢欺负你，不仅我不答应，我父皇也不会答应的。平息还在喋喋不休，眼前的字幕也跟着不停刷屏。恭喜女主脱离苦海，终于远离了渣男这个狗东西，撒花！县主哎，女主现在可以有自己的房子，自己的家了。没想到女主和公主竟然是朋友啊，难怪之前那么拼命去救人。我也想要这样的朋友，这是可以交托性命的嫡长闺啊！哈哈，女主以后背靠皇帝和公主，可以在京城横着走了，挑几个面首躺着过一生，美滋滋。这不比就狗东西强？我看他那样就是10分钟都没有的软脚虾。看着神采飞扬的平息和插科打诨的字幕中，我由衷地露出一个笑容。平息没事，我也成功和离了。字幕说的没错，救驾真的很值。只是原本以为从今往后都能一帆风顺了，却没想到搅屎棍从来不会少。那日我和平息出门逛街，
正在珍宝阁选饰品，就听见楼下一阵喧闹声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还有脸来找本小姐？声音听着陌生，可平息的脸却臭了下来。就那个姓柳的。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是谁，就被平息拉着下了楼，然后一眼就看见了熟人，是宋婷。她正被几个家丁按在地上，衣衫凌乱，却不是被家丁扯的，而是原本就皱皱巴巴，满是污渍，邋遢不堪。宋婷挣扎时，那条坏了的腿明显使不上力，看来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，瘸了。此刻，那位柳小姐正用力踩在宋婷那条瘸腿上，一脸刻薄地开口：“宋婷，你现在是个瘸子，还有什么脸面来攀扯本小姐？真要惹恼了我，信不信我今天就叫人把你拖去喂狗？”我靠，这不是丞相他女儿吗？之前还跟渣男花前月下，你侬我侬来着，这么快就变了脸，对渣男喊打喊杀了。字幕说，宋婷早就已经和丞相千金柳诗音勾搭在一起了，只等着宋婷找到合适的机会休了我，就能上丞相府求亲。和谁都没想到，在不久前的秋寿上，我这个随时准备让位下堂的糟糠会得了救驾之功，成了县主，而宋婷却因触怒皇帝，直接被贬为庶民，甚至还瘸了一条腿。曾经的宋婷有状元的名头，有俊美的容颜，有不俗的才华，自然能够吸引到柳诗音这个丞相千金，与她暗通款曲。可现在呢，柳诗音怎么会愿意继续和一个废物来往？偏偏宋婷还看不清现实，几次三分纠缠柳诗音，这回还闹到大庭广众之下，柳诗音忍无可忍，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。在柳诗音的吩咐下，柳家的家丁已经开始对宋婷拳打脚踢。宋婷只是个弱书生，只能一味抱头鼠窜，偏偏这时候我和平西出来了。宋婷眼睛一亮，还以为自己遇上了救星。殿下，殿下救我！宋婷妄想让平西救她，可平西只是冷笑了几声，站在一旁看戏。这时他的眼神才落到了我身上。三妹，三妹，快救救我，我要被打死了，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他一激动，那些家丁便越发用力，硬生生将他的脸按在了地上。渣男现在又没官职，腿还瘸了，成了彻头彻尾的废物，女配根本看不上他。狗东西的腿彻底废了，也有一点女配的原因，他去和女配求助，女配没答应，借钱还嘲讽了一顿，甚至不让大夫给他治病，狗东西的腿就是这样坏了。虽然女配没干啥好事，但渣男得到这样的结局，我是支持的，女主千万别心软啊！我当然不会心软。面对平西同样的眼神，我利落地摇了摇头。宋婷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为什么要救你？如今他已经得到了应得的惩罚，我也懒得再与他有多少瓜葛。正想拉着平西离开，柳诗音就拦在了我面前。哟，这不是承平县主吗？一个女屠户竟然还能封县主，陛下可真是皇恩浩荡啊！怎么，县主这是心疼前夫，想把这个废物捡回去？那县主可真是人美心善啊，要不县主求求我，我就放了他，如何？柳诗音，你不要太过分。平西将我拦在身后，满脸怒容。柳诗音对着平西不敢太无礼，老老实实行了礼，可嘴上却依旧阴阳怪气。公主说的什么话？这宋婷好歹和县主做了多年夫妻，总不能一诏判了高枝和离了，就对前夫不管不问吧？那不然，这天下人可就要唾骂县主无情无义了。哇靠，不是这人怎么能这么贱啊，还道德绑架女主。女配自己现在也是色厉内荏，她才是和渣男无美苟合的人，和有妇之夫搞在一起，甚至珠胎暗结。最近可要把她急坏了，不然你以为她为什么这么暴躁，还想弄死渣男？我跟你们说，女配今天本来是偷偷出来找大夫帮忙打胎的，结果被渣男缠上了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要是我就当场揭穿女配怀孕的事情，把她和渣男锁死。渣男贱女天生一对，可千万别去祸害其他人了。我眸间一动，从平西身后走出。柳小姐希望我救人吗？好啊！我笑着走到了柳诗音面前，对上她那张得意的笑脸，高高扬起了手。啪！清脆的巴掌声在热闹的珍宝阁中响起。贱人，你敢打我啊！眼见他还想还嘴，我反手又是一巴掌，
直接将他打得一个踉跄，摔倒在地上，角度正好，腹部着地。打的就是你，柳时音，本县主早和宋廷恩断义绝，你就算当场杀了他，也和我毫无关系。我居高临下看着倒地的柳时音，慢慢等着结果。很快，柳时音便捂着肚子开始嚎叫，鲜血从他脚下开始蔓延。哎呀，柳时音，你怎么流血了？天哪，该不会是要小产了吧？我假装惊讶道，平西也立马跟上喊着叫大夫。这时的宋廷倒是机敏了几分，立马挣扎喊叫：诗音，诗音，你不要有事，我们的孩子也不要有事。是我不好，不该气着你，你别怕，就算孩子没了，我也会对你负责的。他这一嗓子给围观人群喊得一个机灵。柳时音还试图让他闭嘴，可小产的疼痛让他无暇他顾。一阵兵荒马乱后，大夫终于到了。柳时音有孕3月，孩子没有保住，小产了。3个月啊！我和宋廷和离还不到1个月呢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看向宋廷和柳时音的眼神都怪异了起来。看着这一幕，我的心情越发舒爽。平西也是蔫话，特意大张旗鼓派人把柳时音和宋廷一起送回了相府。路上碰见谁都要多说2句。很快，宋廷和柳时音的名声越发臭不可闻。碍于此事闹得太大，宋廷最终还是如愿成为了相府的女婿，只是他也没落得什么好。柳向贤2人坏了相府的名声，于是随意给宋廷塞了个小官，把人打发到了边塞偏远小城。2人低调地办了个简陋的婚事，就出了京。平西还感慨，终于没有碍眼的人在，京中清静了许多。我也高兴，连带着每餐都能多吃3碗米饭。不过，做县主的日子多少有些无趣。我已经不需要再为生计奔波，可让我和那些名门贵女一样终日赏花绣花，我也实在做不来。平西想教我读书，可我这榆木脑袋能把自认权便觉10分足够。再读那些知乎者也，学那些吟诗作对，只感觉听天书一般，实在学不进去。最后，我在字幕的建议下找了武师傅学武。我天生有一把子力气，只是从前都是杀猪杀出来的，熟能生巧，没什么真正的招式，若是能学些真本事也是好的。以后若是再出什么事，也能更好的保护平西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这一天来得这般快。1年后的冬日，边疆胡族异动，恰逢各处灾祸繁多，为了赈灾，国库已经空了大半，若要开战，实在吃力。皇帝也没办法，只能先让胡人使者前来商议，怕是要和亲。听见这消息，教我本身的武师傅啐了一口唾沫，骂了一声娘。狗日的胡人，只会趁人之危。武师傅是边疆退下来的老兵，大多有伤残在身，日子过得艰难。平西联系他们，掏空了自己的私库，尽心尽力养着。听说我想学武，便找了合适的人教我。他们这些将士宁愿战死，也不愿意让公主去和亲。更何况如今皇室公主只有2位，一位是刚出襁褓的平音，一位就是适龄的平西。若是真要和亲，平西就是最佳人选。我赶去宫内见平西的时候，她很平静，仿佛没有听到胡人使者进京的消息。阿英来了，快看看今日这黄花贴的如何。英是平西给我取的名，他说希望我能知书，又好武，同英一样能飞翔于天机，但英又太男子，换了个英字给我。只是他额间的黄花都贴歪了。我一把握住了他颤抖的手，放在了自己胸前。我会保护你的，别怕，什么狗日的胡人，干他就完了，苦就苦点，不用肉、芋头、野菜都能管饱。我不会让你去那苦寒之地的，哪怕死都要保护你。平西瞬间红了眼，可他还是笑着，那不行，本公主可是我大周的公主，怎能不肩负起保护大周百姓的责任？你也是大周的百姓，是本公主该保护的人。可我哪里能让她去受罪？甚至提议由我代驾。反正他们胡人没见过真公主，也分不出谁是谁，我去指不定还能砍死几个。只是最终我们谁都没劝服谁。一连几日，我都在宫内陪着平西，但该来的总会来。今日便是胡人使者进京的日子，我站在城墙上，等着他们胡人的到来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那一行人之中竟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啊，
渣男又回来了，靠这个狗东西真的不是人啊！女主要小心啊，这渣男叛国了。他现在是胡人的使者，狗东西居然当汉奸，他就不配做人啊！渣男该死啊，直接把女配给卖了。女配虽然做错了事，但罪不至死啊！沉浸许久的字幕重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，看着这一串串文字，我的脸色沉了下去。从他们口中，我知道了宋婷成为胡人使者的真相。他和柳诗音到了边塞后，两人一直矛盾不断，互相责怪，最终成了怨侣。不久前，他们所在的地方被胡人偷袭，身为县官的宋婷没有选择组织御敌，甚至没有上报朝堂，而是直接弃城逃跑。但他还是被胡人掳走了。可他竟然无耻卑劣到了极点，为了保命，竟然把柳诗音献给了胡人，甚至多次出卖大周的情报，让胡人屡次获胜。靠着出卖妻子、出卖百姓、出卖国家，宋婷得到了胡人高层的重用，成了胡人的使者。而这次求娶公主的主意也是他出的，就是他提出的和亲，还指明要公主嫁给他，就是想羞辱公主。渣男就是记恨之前公主戏耍他，他就是故意的。我直接捏碎了手中的砖，恨不得这是那狗日的宋婷的脑袋。他哪来的脸敢提这样的要求？我立马往宴请宾客的宫殿飞奔而去，终于在平西进入前拦了下来。别答应和亲，这他娘的是个局，那个胡人使者是宋婷。我跟在平西身后进入了殿内。胡人进场的时候，明显气氛都下降了很多。宋婷走在最前面，她一瘸一拐，却高昂着头，一身胡人装扮不伦不类，偏偏她得意非常。这副样子看得我拳头痒，只想立刻打得她满脸鼻青脸肿，让她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朝臣们看见宋婷后十分意外，有眼尖的已经认出了她。柳相是反应最大的那个，脸色黑沉如锅底。在得知宋婷就是胡人使者时，柳相直接当庭拍桌起身。什么使者？你分明就是宋婷，我儿呢？你若投了胡人，就把我儿放回来，我柳家人绝不会同你一般做个叛国贼。柳相指着宋婷的鼻子大骂出声，还让我去辨认宋婷。我也利索承认，对，她是宋婷，她就是那个瘸了腿的王八，爬不快滚得快，忘本的乌鸡，以为装羽毛就能当凤凰，不伦不类，满身包的赖疙瘩，不仅有毒，还很丑。在众人都掩面而笑的时候，我对着宋婷呲牙，大方地展现自己雪白的牙齿。跟着武师傅学了1年，我骂起人来早已出口成脏。怎么1年不见这么拉了？你知不知道你在他们中间一站显得特别矬？边塞沙子吃多了是不是？变丑了想的倒是美啊！想娶公主，你看看自己，你配吗？宋婷面色铁青，显然没想到1年不见我会如此牙尖嘴利。他想理论，却被身边人的一个眼神阻止。我眯了眯眼，看来他的地位也没有想象中的高。宋婷深吸了一口气，决定无视我方才的嘲讽，皮笑肉不笑地对着皇帝感叹：我们可汗说了，只要陛下愿意下嫁公主和亲，那我们就愿签订和平条约，两国互相帮助，公主便是和平的象征。他还大言不惭地夸自己善良。陛下，臣如今是可汗帐下忠臣，此次求亲也是为臣求娶公主。我是个文人，会疼人，不会像其他胡人那般粗鲁，况且我与公主还有一段前缘，不是吗？放你娘的狗屁！我也不客气，直接朝着宋婷怒骂。他的脸可真大，做了胡人的走狗，更是只会恶心人。难道大周就如此侮辱我胡人使臣吗？若是不想……宋婷还想继续威胁，却被平西接住了话茬。宋史先前也是大周人，去胡人部落不过1年，便口口声声以胡人自居，也不怕列祖列宗不认你这个不孝子孙吗？平西用带着笑意的话，对得宋婷跟锯了嘴的葫芦一样，哑巴了。至于你所说的和亲，本宫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答案。平西站了起来，与我并肩而立。本宫不和亲，要打便打，本宫倒要看看这场战究竟谁能赢。见平西的态度如此强硬，宋婷急了，还想要用边疆百姓之苦胁迫他。只是没等到平西反驳，柳相第一个站出来怒斥他。两方的使臣开始激烈讨论，都轮不到武将上场，文臣一个个就差蹦跶到桌子上，
指着胡人的脸骂他们厚颜无耻。而这场和谈最终还是没有谈拢。文臣们一个个穿好了鞋，正好了衣冠，而后坚决不同意和亲，哪怕捐出家财也绝不妥协。好啊，就是不和亲，干死他们！不要以为胡人就很牛逼，他们自己也乱，就是怕大周会打进来，才强撑着骚扰了几次编成做戏呢。而且女配虽然备受折磨，但她也是有骨气的，自己一个人也在努力往上爬，准备找机会和大周递消息，来个里应外合。只要坚持不和亲，打过去可能会苦一点，但是能赢的。女主也跟着公主去，两个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。我看着这些话，心里那把火一下点燃了，一把握住了平西的手。打就打，还能怕他胡人那龟孙吗？不服就把他们干服，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爹。皇帝一直阴沉的脸色也缓和下去，眼里隐隐有了笑意。或许现在这个局面才是他想看到的，要他放弃自己最喜爱的女儿，根本不可能。最后，皇帝下达了旨意，不和亲，直接战。宋廷和那些胡人都慌了，可他们想跑已经来不及。虽说两国交战不战来时，但总要有人记起。那些胡人一个个被砍下了头颅，送回给了胡人的可汗，以宣布谈判失败。宋廷这个叛国贼留到了出征那日杀。我亲自动手，举起刀的时候，宋廷直接吓尿了裤子，一直喊着救命求饶，又喊着自己是胡人使者，可汗会给他报仇。我懒得听他废话，踩着他的脊背，一刀斩落他的头颅，那血飞溅到了旌旗上。旗开得胜！我怒吼着，将他的头颅高高举起。旗开得胜！旗开得胜！旗开得胜！将士们一起怒吼着，枪杵在地上，引起阵阵尘土飞扬。我执枪直指西北，率先上马而行。这一战必胜！宋廷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